或许还有很多家长在盯成绩单，但真正决定孩子20年后的，早就不只是分数了，而是这个国家的教育系统。在全球教育未来准备度指数里，新加坡拿到87.75分，排全球第7，位置在美国、英国、日本、澳洲前面。这个排名有意思的地方在于，它不看你现在考了多少分，而是看你能不能应对未来。它评估的是创新、基础设施、人力资本、治理和公平5个维度，不是看谁学生成绩高，而是看谁的教育体系更能适应社会变化。今天这篇就来聊聊新加坡教育为什么总能比很多大国更早转弯，它到底看到了什么，又提前做对了什么？新加坡教育让很多大国追不上的地方，不是它没有问题，而是它把教育当成国家工程，而不是教育部自己的事。它不是只追求校园越大越好，项目越多越好，而是优先投向几件真正影响长期竞争力的事。学校和职业教育基础设施、教师培养、数字化平台、技能认证体系，还有最关键的一块，就是教育和产业之间的接口。新加坡的优势就在这里，它治理链条短，政策传导快，方向一旦明确，学校、企业合作项目调整速度会比很多大国更快。你去看 Skills Future 就很能理解这种思路。它不是把终身学习当成一句好听的话，而是把它做成制度。新加坡公民在不同年龄阶段可以获得培训学分，课程又和行业升级挂钩。也就是说，成人如果要补技能、转岗位，不需要完全靠自己摸索，国家已经先把桥搭出来了。这里还有一个误解，也该更新了。很多人一提新加坡教育，脑子里还是重考试，会做题。但如果只停在这个印象，你看到的是旧版本的新加坡。现在的新加坡明显在往更强的适应力和创新能力走。Geoffrey 看重的不是死记硬背，而是一个国家能不能持续产出适应未来的人。新加坡教育的实用主义已经不是短视的问学什么最容易找工，而是在问怎样让一个人持续有找工、换工、升级的能力。真正厉害的不是一次送上岸，而是让人以后还能不断上岸。很多人看到英美澳日被新加坡甩开，第一反应都是不相信，因为这些国家有世界最强大学，有很深的教育传统，也有全球影响力很大的学术体系。可问题就在这里， Geoffrey 评估的不是塔尖，而是整个国家教育系统面对未来的准备度。你有几所顶尖大学，不代表整个系统都能快速应对变化。先看美国，美国当然有最顶级的大学，但它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非常分散，州与州、学区与学区之间差异很大，结果就是塔尖很亮，底盘却不稳。英国和澳洲也有类似压力，高等教育成本、资源分配、职业回报的不确定性，都在影响家庭对教育的信心。日本的问题则更像是另一种慢，它不是没有能力，而是体制惯性更强，人口结构变化更大，课程和技能更新速度不一定跟得上产业重组。新加坡的优势恰恰不是它比这些国家更有历史，而是它包袱更少，反应更快，政策也更容易穿透到执行层。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参照，就是北欧、丹麦、瑞典、芬兰在这类未来教育评估里常常排得很前，这说明未来教育并没有唯一答案。北欧模式更强调高公平、教师专业自主、社会信任和创新治理，新加坡模式则更强调执行效率、资源精准配置、产业衔接和国家协调。两条路都能走到前面，但他们回应的是不同现实。北欧回答的是怎样在更低压力、更高公平的环境里仍然培养创新能力。新加坡回答的是怎样在高竞争、小国生存、产业必须快速升级的现实里，让教育别掉链子。所以对家长来说，最值得看清的一点是，不要迷信西方教育天然更先进，也不要反过来把新加坡神化。真正该看的是哪个系统更诚实地面对未来。今天最危险的教育，不是严格，也不是宽松，而是表面上很自由、很体面，实际却没有把孩子带到未来岗位附近。新加坡能超越英美澳日，不是因为它没有压力，
而是因为他承认世界已经变了，然后真的动手改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把这个结论落到家长最关心的层面，到底该怎么帮孩子准备？讲到这里，最重要的问题来了，作为家长，我们到底该怎么用这份排名？新加坡教育给家长最大的启发，不是把孩子都推向同一条最窄的路，而是承认未来不确定，所以孩子必须有可迁移能力，也要有路径弹性。很多家长容易犯的错，是把教育理解成把孩子送进最有面子的路径，但在新加坡，真正成熟的判断应该是哪条路径更适合这个孩子，而且还能保留未来转向空间。一个孩子如果在应用型学习环境里更能发挥，硬把他塞进不适合的路径，最后未必赢，反而是那些更早接触真实项目、真实问题、真实行业场景的孩子，可能更早建立方向感。第二个建议是让孩子尽早认识世界，而不是只认识考试。可以去看学校开放日，认真了解课程怎么接行业，可以让孩子接触编程、设计、数据、演讲、研究型写作，不是为了什么都学，而是为了知道自己对什么有反应。也可以在适当阶段关注竞赛、社团、项目经历，甚至短期实践机会，因为这些经历会让孩子第一次真正理解知识在现实里怎么用。第三个建议是家长自己也要更新观念。Skills Future 提醒我们的，其实不是成人培训，而是一种更底层的安全感逻辑。所以，我们给孩子最好的礼物，不只是一个漂亮履历，而是一个稳定的学习系统，面对变化不慌的心态，以及做选择时不盲从的判断力。当然，新加坡模式也有代价，竞争压力、比较文化、家长焦虑都是真实存在的。我们不能把国家的效率焦虑直接压到孩子身上。过去我们问谁的孩子更会考试，现在更该问的是谁的孩子在20年后仍然有选择权，仍然能学习，仍然能转型，仍然不会被时代轻易淘汰。新加坡教育之所以值得研究，不是因为它完美，而是因为它比很多国家更早承认未来不会等你准备好，教育必须先动。对家长来说，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不要只替孩子追一场短跑，要替他准备一场很长的人生。分数当然重要，但分数不是终点，路径弹性、持续学习，面对变化时还能站稳，这些东西才会慢慢决定孩子走得多远。如果你认同这样的教育视角，欢迎订阅频道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新加坡教育下一步最该补上的是什么？是减轻压力、提升公平，还是更早、更真实的生涯引导？我们下一期继续把教育这件事讲得更深，也讲得更贴近每个家庭的现实。